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台4年前的相機，它是富士 X 系列的元祖，也是我攝影旅程的開端。即使過了這麼久，它依然影響着今天所有富士相機的模樣。X Pro One， 它是我的第一台專業數位相機。在剛開始沉迷於攝影的那幾年，我用它拍了非常多照片，直到後來我開始靠攝影吃飯，買了越來越多片幅更大、性能更好的相機。迷航在後置空間跟寬容度的追求當中，漸漸的我就再也沒拿它出去拍照過。今天會把它再拿出來，是因為看到有些攝影玩家在懷舊，還有一些討論說第一代的 X Trans 的發射特別不一樣，所以我也開始有點好奇，既然我手邊就有一台，那我想是時候跟它敘敘舊了。那為什麼我剛剛說我拿它拍過很多照片，現在卻又好奇它的發色呢？因為我以前很沉迷在後置跟調色，沒什麼心思去注意相機場的顏色，拍了就是大調一頓。而現在的我卻反過來，不太花時間後置，也開始能欣賞不同廠牌的顏色了。所以這部影片我會盡量放直出的照片，讓大家一起感受一下。雖然說 X Pro One 是當年的旗艦機，但一些規格放到今天來看，還是會顯得很有年代感。比方說對焦，它只有對比對焦，沒有相位對焦，搭配當時一起推出的35 1.4。拍攝上就會需要一些技巧和耐心，但也有直到今天還是很酷的設計，比如混合式觀景窗，在盤軸觀景窗的設計之上，多疊加了數位資訊的顯示，對焦時也會依照距離有不同的裁切範圍提醒。雖然實際拍出來的範圍還是會有些微妙的差距，但這種不同於電子螢幕的拍攝體驗，有種底片時代的醍醐味。而這個設計後來的 X100 系列也有。這兩個系列就成為了富士機型中最追求儀式感的選擇。至於初代的富士，顏色到底有沒有傳聞中的特別？我跟第4代的 XM5 用完全一樣的數值跟鏡頭做了直出的拍攝對比。X Pro One 除了稍微暗一點以外，發色上的差距並沒有到非常大。雖然得到這個結果，但也不妨礙我重新欣賞它的美麗。早期富士的風格不多，以我現在的喜好，最愛的會是柔和。對比度跟色彩都恰到好處。再來是 ProNeg， 彩度會低一點，我更喜歡 ProNeg High， 在簡潔的同時多強調一些對比。而不管是哪一款模擬，我發現在膚色的範圍，富士好像都有稍微降低一些對比。畫質細膩歸細膩，但皮膚幾乎不用修。除此之外，在藍色上的表現都蠻突出的。至於黑白的話，從最黑到最白都有很滑順的戒掉過渡，但跟當今流行的那種追求視覺衝擊的高对比黑白相比，可能就會稍顯平淡。雖然這次重新拿起它，沒有什麼顛覆性的新發現，就只是多拍了一些好看的照片。但我想起了很多當初的時光，最後就來聊一些我跟他的故事吧。有興趣的朋友可以看下去。我第一台數位機身會買它的原因，是因為我剛接觸攝影的時候用的都是全手動的底片單眼，光圈、快門、ISO 都是在轉盤上調，所以當我轉數位的時候，發現這些突然都不見了，變成什麼 P 模式、A 模式之類的，對新手的我來說根本是謎語，很慌張。我當時找了一陣子，才發現一台操作邏輯很像的機身，也就是 X Pro One。我記得當年的售價應該是5萬多，新手如我腦袋想得很簡單，就覺得這個價格應該就是第一梯隊的超專業機身了。但如果現在以客觀的角度來看，就是個誤會，它其實是更偏向精品、偏向享受攝影這邊的，跟專業工作機差比較遠。如果當年富士沒剛好出這台相機，我後來的品牌喜好可能就會跟現在完全不同，這也算是一種緣分吧。雖然它的自動對焦以現在標準來說很弱，但對當時手動拍底片的我來說，簡直是黑科技。就覺得怎麼會有這麼方便的東西？我當時也就只用這種程度的對焦性能，拍了很多婚禮活動之類的需要快速反應的場景。所以這也是我的評測影片都不太講對焦的原因。當我已經習慣，也覺得以前那樣的速度 OK 的時候，現在的對焦技術每一種對我來說都像是外星科技，我都覺得超快超準，我就很難給出什麼有層次的評價。而我當時很明馬格蘭，覺得相機買了就是要用，什麼場合都帶着。在有一次看滅火器的演出，衝撞一輪之後，相機的開關就有點故障了，要特別正的角度才能開。
不過對我來說也沒差，因為我也沒有要它在二手市場被檢視，壞了我的器材來來去去，就只有這台相機跟這個鏡頭我不會賣，因為它既是我的 key 給處，也包含了當初二話不說就贊助我的人的信任。現在回頭看以前的照片，很多以前覺得拍得還行的，現在都覺得不好，但有一些以前沒有感覺，現在反而覺得不錯的。最後沒有什麼複雜的心得，我只能說我很慶幸，在我最有熱情的時候，能握緊我的相機，相信我能跟他一起前往更好的地方，不斷的拍，沒有停止。